位于多瑙河河口以东35公里的蛇岛是俄乌冲突以来的一个标志性岛屿，它只有0.17平方公里，但在特别军事行动发起的当天就被俄军攻占。但上周四，俄方宣布从蛇岛撤军，结束4个月0.6天的军事占领。本周一，乌克兰南部国防力量协调联合中心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国旗已在蛇岛重新升起，该地区已归乌克兰控制。这个起初被认为极具战略价值的小岛，为何随着局势的发展被俄方放弃？美国媒体为何认为乌方重新获取蛇岛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性胜利？来看看分析。上周四，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重磅消息。30 июня в качестве шага доброй воли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вершили выполнение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задач на острове Змеиный и вывели находившийся там гарнизон。俄方表示，从蛇岛撤军是一个善意的姿态，俄方将以此向国际社会表达，俄罗斯不会阻碍联合国组建人道主义走廊，以从乌克兰领土运出农产品的努力。此前，乌方与美西方指责俄罗斯利用蛇岛的军事据点威胁乌克兰粮食出口。法新社认为，由于乌克兰最大的港口敖德萨就在蛇岛附近，因此乌方的粮食出口压力将大为减轻。在俄军撤离蛇岛的当天，俄方控制的比尔江斯克市宣布，一艘装载了7000吨粮食的船只在俄罗斯海军的保护下离开了处于俄罗斯控制下的乌克兰比尔江斯克港，以供应国际市场。这也是俄乌冲突以来比尔江斯克港首次恢复粮食出口。对此，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评论称，现在这个阻止粮食出口的球被踢回了乌方。实际上，从军事上来讲呢，蛇岛确实是一个不可防守之地，它上面连淡水都没有，非常之依赖于补给，而且它离这个克里米亚又实在是有点远，所以说呢，一旦说这个乌方的火力加强的话，这个地方就守不住。但美方不认可俄方满足全球粮食供应的说法。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称，俄罗斯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指出，美方近期援助乌克兰以鱼叉反舰导弹，这加大了俄罗斯向蛇岛运送补给的危险。而俄方据守这一贫瘠和荒凉的黑海孤岛并不划算。乌军方还发布消息称，6月20日，乌方使用远程火箭炮齐射对蛇岛发起饱和攻击，大约40枚火箭弹同时命中目标。此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林卡尔表示，美方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炮将是俄军无法拦截的。在俄军撤离蛇岛之后一天，乌克兰国防部表示，海马斯在其进入战场的头几天内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方还称赞乌克兰军队能够精心选择目标，以更系统的方式破坏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鱼叉导弹肯定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因为毕竟它可以在就是说比较远的这个距离打击这种海上的目标。从莫斯科号沉没就可以看出来，俄罗斯拿这个岸基的反舰导弹其实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实际上这个海马斯包括说一些这个新的远程火炮的装备呢，对这个蛇岛威胁也很大，因为毕竟蛇岛离这个海岸线非常之近嘛。那么乌军的这个岸基炮火，就尤其是火炮、火箭炮，可以很容易打到蛇岛上。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伊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蛇岛冒着滚滚浓烟的照片，称乌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名法国军方人士认为，乌军重回蛇岛是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发展，解开了俄罗斯海军的枷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军已经撤离，但蛇岛上的战火并未停息。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上周六报道称，乌军正在岛上执行一项军事任务，以清除俄军留在蛇岛的武器装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为，俄军撤出蛇岛的决定十分突然，因为根据6月中旬的卫星图像还可以看到，当时俄军正在加强蛇岛及其周边的部署，在岛上和周边海域部署了数套防御系统，表明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黑海的战略位置。观察指出，此前有西方媒体炒作称，俄军要让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家，但俄方决定在黑海打开一个口子，是在向乌方释放某种善意。不仅如此，外界还注意到，在俄军撤离蛇岛之前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交换被俘人员的行动。俄乌各有144名军人被释放，其中有95人是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战斗中投降的乌军守卫人员，包括43名亚速营人员。除了官方明言的善意以及顺应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的关切之外，撤军还意味着俄军的战术正在发生转变。还有军事专家认为，军事行动或许正在转入第4阶段。
不过，有分析指，即便俄军撤离，乌克兰依然难以占领蛇岛。俄国家杜马议员阿列克谢·切尔尼亚克上周五就表示，蛇岛仍处于俄海军和空天军的控制下。乌克兰军事专家奥列格·日丹诺夫也冷静分析说，俄军可用战斗机、轰炸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在内的多种手段攻击蛇岛，就像乌军对守岛俄军所做的一样。美国主流舆论也普遍认为，虽然蛇岛极具战略价值，但乌方夺回蛇岛并不意味着整体战场局势的改变，而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性胜利。如果说这个俄军他在蛇岛上有驻军，并且安放了一些这种侦察、监视的设备的话，实际上对乌克兰的这个海岸威胁很大，尤其是对它近在咫尺的这个城市海港城市奥德萨威胁是非常之大的。